无论是美国政府因为两党互相掣肘导致停摆，还是川普对将领做服从性测试，所谋者大，其实都明白地指向了一个因素：美国的内部正在发生严重的内耗和制度的坍塌。什么是基本面？这才是真正的基本面。数据指向的基本面是基于整个社会在正常运转的条件下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可以用来显示经济运行的情况。而当社会运转的机制都在失效时，整个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和撕裂时，只盯着数据做指标上的判断，就像看着一个大活人都已经开始抽搐了，非得盯着他前天验血的生化指标说这白血球也没有问题啊， C 蛋白也没有升高，一样教条，而且脱离实际啊。真正的基本面是11我开着车出来，服务区里的人群再也不是10几年前那些标准的中产，而是有了更多的普通的工薪阶层，开着不超过10万的车，一家子老老小小一起出门过节，说明有越来越多的普通的劳动者有机会和条件享受假期和消费。我开车途经韶关的一个小村子，很小很小，路都还没修好，在大山的深处，阡陌交通，屋舍俨然，住的民宿里面55寸的液晶电视，前台和房间里随处可见。这些地方就像一个机体的末梢，只有全身的流动性足够好，供给充足，才会在这些地方看见发展的痕迹。房子一大半都是新建的，周围邻近的县道都是刚铺好的，门口那条没修好的路，元旦节前就一定能铺好。触屏的电风扇，智能的家居，完全都是理所应当一般。而下午我到了江西上游，也是一个边边角角的小镇，11都不堵车的那种啊。收到了电力系统的一个短信，为了保证国庆期间的用电，有电管家热线随时处理问题。这就是基本面里最扎实的一个现实。当末梢都被兼顾到的时候，身体的总情况一定是好的。而如果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哪怕只是饿了，你的末梢都会最先有反应，手脚会变凉，头发会随着身体不好而脱落。如果经济的基本面有问题，那在这些国家的边边角角看到的一定是荒芜的基建、缺乏维护的设施、年久失修的民居和物资匮乏的供给。就像当年我去济州岛，一边是高价的酒店，5公里开外就是逼仄老旧的本地居民区，在檀香山呼伦鲁鲁中心区是全球富豪都坐拥豪宅的海岸和全球奢侈品汇聚的卡拉瓦卡大街，驱车20分钟就是本地普通人的社区，还是红土路，就连通向那里的高速路都修了快10年。本地人每天都要从一条修不好的高速上赶到城中心，从事各种针对全球富豪的服务业。最美的海岸线已经20年没有更新过新的酒店和建筑了，这才是基本面。以及美国都因为入不敷出而停摆，借债高达37万亿依然无法喂饱的官僚系统这种贪婪，甚至领导人都开始考虑用军队维护自己的利益集团了，这才是最基本的基本面。我的信心不是从盲目的爱国情绪而来，恰恰是从每一个深山老林里满格的信号、平坦的公路、维护良好的设施而来，从那些个晚上黑的可以看见银河的渔村山村，有稳定的信号、电力、物资供应、品质上乘的工业品而来。芝加哥学派所谓的涓滴经济学认为，钱应该先给富人，然后让富人投资或者消费的过程中进入各个领域，实现涓滴复苏经济的目的。可是货币没有货只有币，哪里能实现涓滴呢？钱都在富豪们一个个的金融账户和虚拟资产里，普通民众既没有币也没有货。而我们的涓滴恰恰是通过工业制成品实现的，随着工业品不断的进入每一个边缘的角落，实际上流动性的真正循环才得以完整的实现。我愿称之为工业制成品的涓滴经济学。国家的人民和人民的国家从来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口号，实际上是真正对于经济规律和制度文明内核的理解和把握。国家是人民的国家，那么每一个人民都是国家的建设者和消费者，自然是可以凝聚、可以团结的无限的生产力。人民是国家的人民，国家富强进步，自然就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过上好日子，以此构筑的经济基本面，才是决定我们的增长天花板如星辰大海一般的真正依托。